苹果真的是很厉害啊！苹果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iPhone 还是一样是屹立不摇，引领潮流。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 iPhone 11，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AirPods， 一样是引领潮流。如果你戴在耳朵上，在外面走，我跟你讲，颜值翻倍啊 ！OK， 我们今天就要教你正确的使用方式。有鉴于很多网友啊，大众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都问我说，为什么在某些销售平台上面看到的 AirPods 可以那么便宜呢？2000多、3000多，有可能吗？当然是不太可能嘛。为什么？基本上他们就都是从那边的1:1的高仿 AA 货。基本上就是做的很像，但是其实不是真的，那是经过那些恶意商人他们的包装，用一些劣质的话术，搞得好像是煞有其事一般，都不能信，都是假的。所以最近适逢中秋节，别人送月饼，我中国的朋友送我现在中国 No.1 trending 的这个目前市面上 AirPods 最高仿版本，洛达 1536U， 配重反磁无线充3帧电量，欢迎购买。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企划，我们邀请到了2个特别来宾，都是来自巴拉圭的朋友。首先我们欢迎 Santiago Garcia。嘿，你好，我是 Santiago Garcia。然后我们欢迎一样来自巴拉圭的 Santiago Rojas。嘿，你好，我是 Santiago。所以他们2个都是从来没有使用过 AirPods。那我们今天手边准备了2组 AirPods， 一个是 AirPods 1代，另外一个是 AirPods 2代，其中有一个是假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们究竟能不能够猜得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Ok, después de probar ambos AirPods, ¿qué tal la calidad de ambos AirPods? Bueno, la verdad, ambos AirPods suenan bastante bien, bastante bien. En el primero, los sonidos son bastante definidos, los graves, los altos, perfecto. En el segundo, también suena muy bien, pero tiene una pequeña distorsión. Eso. Bien. ¿Y García? Ambos dispositivos me parecen muy buenos. El segundo dispositivo, a comparación del primero, al aumentar el volumen es un poco distorsionado el sonido, pero muy poca la diferencia. El primer AirPod suena como más armónico, más bueno para los oídos. Ok, caballeros. Bueno, por fin ha llegado ese gran momento de revelar cuál es la copia y cuál es el original. Ok, ¿qué os parece? Bueno, muy difícil,
porque ambos reaccionan bastante bien, son muy confortables, pero yo juego con el original. Ambos dispositivos realmente suenan muy bien, muy difícil la elección, pero yo me juego por esta. Esta es la original para mí.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其实单单的要就 AirPods 的音质来辨别出真假，其实难度还是相当高的，毕竟两个的音质是非常接近，差别其实不太大。所以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更轻易、更客观、更精准的辨别出 AirPods 的真假呢？那我们就得从其他面向来慢慢的剖析探讨，像是功能以及外观等等的部分来教大家如何识破 AirPods 的真假。首先，我们就来教大家难度最高的大师级的看法。这两个 AirPods 可能在寻常眼中看起来几乎是一般无二，毫无破绽，难辨真假。但其实告诉各位，在 Pro 大师的眼前，其实是一眼就可以马上秒辨认出真假。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OK， 其实苹果它的白色不是一般的白色，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正货的苹果它的颜色白色中带有一点黄黄的色调。而盗版的反而是完全的死白，在摄影机底下可能比较难看得出苹果白跟一般白色的差别。将这个方法其实比较需要同时之间有两个 AirPods 作为对比，除非今天你对苹果白的敏锐度已经如真化境、炉火纯青，否则可能还是需要其他的方法来辅助辨认AirPods 的真假。所以各位如果没有像大师一般如此的有自信，能够在一眼看穿 AirPods 的真假，那在此我就传授各位另外一招弹盖法。虽然说这两个 AirPods 在外观来看的话，几乎是完全没有差别，其实在质感上还是有一点小小的落差。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弹盖的时候，各位仔细听听看，正版的、盗版的，再听一次，各位。好，仿的，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了？仿的在弹盖的时候、合盖的时候，它的声音其实是相对清脆，并且有一些塑胶的感觉。但是我们正货在弹盖的时候，其实声音是比较有质感、比较有重量。那这个现象的话，其实各位如果真的实际拿着一个 AirPod 在做弹盖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更能够亲自的体会到。所以想必辨认对各位不会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同时拿出了 AirPod 的右耳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其实耳机本身的外观来看的话，其实也几乎是毫无破绽，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地方传授各位另外一招心法，我们把它称作接缝法。OK， 这招基本上就是假的，它的做工精细度没有正版来得好，所以会在AirPod 的接缝底端接缝的部分会有一点缝隙。OK， 那让各位近距离看看。那如果是正货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在接缝这个部分是完全是一体成型，不会有任何的缝隙。当然，这招可能也会跟耳机的良率有一些相关，但是基本上，如果你看到一个 AirPod 的接缝的部分，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缝隙的话，那几乎就可以断定它是一个假货了。如果今天在外观的部分，你还是不能够非常确认的辨别出真假，以下就传授各位下一招，我们叫做孔洞法。OK， 基本上这一点是建立在 AirPod， 其实从祖传的 EarPods 到现在就有这个功能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 AirPod 这个部分会有一个小小的反射孔，那这反射孔主要是在让我们听音乐的时候，低频的部分更加的饱满。那今天假如说你拿的是 EarPods 或者是 AirPods， 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孔洞盖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低频的声音是完全的会消失。那当然假货这个孔洞也是存在的，为了就只是要仿真，但是它确实没有任何实质的作用。所以今天听音乐的时候，就算把假货的反射孔给盖起来，你还是能够清楚的听到低频的声音。那现在其实 AirPod 仿冒品都已经做得非常逼真，像这个正版 AirPod 连线手机的个视窗都已经可以仿冒出来，但是还有几个地方是目前仿冒的 AirPod 还办不到的。所以我们首先把两台手机都到设定以及蓝牙的部分
那我们先看看正版的 AirPod 连线的手机，我们点进蓝牙设定是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是可以做一些设定啊，像是 AirPod 的名称啊，或者是 Siri 啊的一些手势等等。OK， 然而我们盗版的 AirPod 连接蓝牙的部分却只是一个一般蓝牙的连接装置，里面是什么都不能去做修改的。所以第二个部分，但更是能够让大家一眼就看出假货。OK， 我们可以到手机的一般。关于本机，那这个时候我们拉到最下面，有看到一行 SEID 的下面，我们会看到正版连线的 AirPod， 我们可以看到 AirPod 的一些像是型号、序号等等生产的一些资讯。OK， 但是仿冒品连接的 Apple 手机，我们这 SEID 下面是看不到任何 AirPod 连接的一些资讯的。如果大家之后并没有那么有自信，或者是用了前面的一些方式还不能够断定 AirPod 的真假的时候，那如果可以到达手机设定这个地方，或是蓝牙的设定，必定是可以马上辨认出 AirPod 的真假。嘿，所以相信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后，都能够非常轻松的辨别出 AirPod 的真假。OK，AirPod 的真假辨别非常容易，但是告诉各位一个秘密，要辨别出顺泽工贸的真假，就不是那么轻松了。OK， 我们这边有2顶一模一样、一般无味的顺泽工贸，聪明的各位看得出哪一顶是假货，哪一顶是真货吗？看得出来的朋友，欢迎在下面告诉我们你们的看法，以及你们辨别出真假的方式。如果各位有什么需要我们评测的手机影片，也欢迎在下方告诉我们。那喜欢今天我们影片的朋友，还麻烦你们帮我们按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才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最新的通知哦。我是 Lovebros， 我们下次再见。